各位好，歡迎來到今天的深度戰略解析，我是你們的戰略導航員。今天我們不談那些短線喧囂的市場波動，我們要拉高視角，以地緣政治與宏觀戰略的維度，冷靜且客觀地來拆解一場正活生生發生在我們眼前的底層系統性巨變。大家要知道，全球大類資產的底層邏輯現在正在發生一次根本性的遷徙。今天我們真正要探討的是全球貨幣信用重構的終極防線，也就是從白銀到黃金的這條路徑。這絕對不僅僅是商品價格單純的漲跌而已，這是一場黃金正在收回它失落了整整半個世紀的全球信用定價權的歷史進程。為了幫大家徹底釐清這個極度複雜的議題，今天的解析會依序走過5個核心階段。第一，宏觀信用邊界危機；第二，法幣信用的極度擴張；第三，資產武器化效應；第四，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重建；最後，第五，金銀幣的均值回歸。好，讓我們先進入第一部分。宏觀信用邊界危機，這正是這波全球大類資產底層邏輯遷徙的真正起點。大家先看看熒幕上這個天文數字315兆美元，這可不是什麼虛擬的模型估算哦，這是實打實的目前全球債務的總額。這個數字背後代表着一個極度危險的臨界點，它已經達到了全球實質 GDP 的330%。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這意味着現在全球經濟每一分的產出背後都死死背負着超過3倍以上的債務重量。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個壓力有多大。這就帶出了一個更深層也更讓人毛骨悚然的問題：法幣系統的信用擴張其實已經跟我們實體經濟的真實增長徹底脫節了。當債務衝破全球 GDP 330%這個臨界點的時候，我們現在面對的早就不是什麼傳統的經濟週期性問題了，而是整個系統的物理邊界問題。大家回想一下，在過去這幾十年裡，全球央行是不是習慣了用印鈔票、用極度擴張信用的方式來刺激經濟？但這種以債養債的龐氏模型已經撞到了一堵無形的牆。現在每創造一個單位的實質 GDP 增長，背後所需要的信用擴張量是呈現指數級別在狂飆的。現在的法定貨幣體系就像是一個被不斷硬吹氣、快要撐破的巨大氣球，它膨脹的速度早就遠遠甩開了人類社會實體財富產出的步伐。而且更嚴峻的狀況還在後頭，這種嚴重的脫節帶來的後果絕對是非常深遠的。我們現在在市場上看到的，不光只是你去超市買東西覺得變貴了這種表面的物價上漲，我們看到的是生產者物價指數，也就是 PPI， 還有核心通膨出現了非常頑固的2次剛性反彈。在傳遞了一個很明確的訊號，通膨已經不再是各國央行嘴裡說的暫時性現象了，它是結構性的，它是像癌細胞一樣深植在系統底層的。當貨幣發行的數量跟真實財富的創造能力完全切斷關聯的時候，法幣的購買力就會遭遇一場不可逆的毀滅性侵蝕。正是這種深層的危機感，成為了推動全球天量資金改變底層邏輯的最強大動力。說白了，這是一場針對整個法定貨幣體系信用的總重構。這也就自然地引導我們進入第二部分。法幣信用的極度擴張，讓我們把時間軸拉長，回溯一下這個信用體系的源頭。讓我們回到1971年那個著名的尼克森衝擊。當時美國單方面宣布美元跟實體黃金實質脫鈎，這個動作基本上就是打開了法幣無限發行的潘朵拉魔盒。從那一刻起，這50年間，整個全球金融體系就是建立在一個以債為本的虛幻擴張模型之上。然後，我們把時間快轉到2022年 ，G7 國家聯手凍結了俄羅斯的外匯存底，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超級轉折點。到了今天，我們眼前的畫面是什麼？是全球各國央行正在掀起一場史無前例的黃金狂潮。我們現在所經歷的一切，其實正是這過去50年來債務祛痘信用擴張走到盡頭的最終高潮。這個傳統的法幣模型，現在正被它自己的重量給壓垮。
你看，光是美國政府的利息支出就已經正式突破了1兆美元的大關，印鈔機運轉的速度更是戲劇性的超越了實體經濟的真實產出。這裡面最核心、最關鍵的結論就是，這套法幣系統能夠帶來的邊際收益，已經完全沒有辦法去覆蓋它與日俱增的系統性風險了。整個系統現在變得極度脆弱。那麼，究竟是什麼引爆了這一切？這帶我們來到第3部分，資產武器化效應。這正是引發全球地緣政治板塊劇烈變動的決定性催化劑。大家冷靜地想一想一個非常反常的現象，在美國公債這種被華爾街稱為無風險資產的標的，都能提供高達 5.25% 殖利率的環境下，為什麼全球的央行依然選擇在黃金歷史的高位，近乎非理性的瘋狂搬空市場上的實體金庫？如果你用傳統金融學的機會成本模型去算，這完全說不通啊！放去超過 5% 的穩定利息，跑去買完全沒有孳息、沒有利息的黃金，這背後絕對隱藏着一套更深層、更宏觀的生存邏輯。答案就在這5個字裡：金融武器化。它的定義很明確，就是將金融工具，比如直接凍結你的外匯存底，當做一種地緣政治上的槓桿跟脅迫機制。剛才提到的2022年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的外匯存底凍結，就是那個讓全世界驚醒的決定性瞬間。就在那一刻，全球各大央行同時看清了一個非常冷酷的現實，並且迅速達成了一項剛性的共識。現在我們面臨的系統性危險，已經不僅僅是通膨太高或是債務太多了，真正的危險來自於信任的徹底破裂。當信任破裂，規則就必須重寫，這也就是我們第4部分要談的布列頓森林體系的實質重建。這代表着全球主權機構的對沖邏輯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各位，我們現在正在親眼見證布列頓森林體系 3.0 的誕生。在這個全新的貨幣時代裡，信任的基石正在發生一次大轉移，資金正從過去大家深信不疑的法定貨幣和主權債務，大規模地轉向有形的，而且是零負債的實物資產。我們要明白，當資產開始被武器化的時候，亞洲還有東歐的那些主權機構、各國央行，他們深刻地意識到了一件事：只要你的錢、你的法幣資產，不管是美債還是歐元，是存放在被人控制的清算系統裡，那本質上就隱含了巨大的交易對手風險。這句話的意思是，你的資產到底安不安全，不是取決於你的經濟實力，而是完全取決於發行國家的政治決策和臉色。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些天量的主權資金在逆勢大調倉，瘋狂掃貨黃金，這絕對不是為了要在市場上做價差，追求什麼投資報酬率，不是的。他們是在執行一項國家層級強制性的防禦戰略，他們必須用最快的速度建立起一個實質的避風港，來規避地緣政治隨時可能帶來的毀滅性清零風險。所以，全球的主權基金現在都面臨着一個極端的兩難抉擇。天平的左邊是傳統的法幣資產，雖然有着高殖利率，但同時伴隨着極高的交易對手風險，隨時可能被凍結。天平的右邊是實體黃金，雖然殖利率是0，但它同樣擁有零交易對手負債的完美屬性。資產武器化這個動作可以說是徹底擊碎了全球金融市場對主權債務長久以來的信用幻覺。這股力量迫使各國央行必須在天平上重新去衡量輕重，而他們最終得出的共同結論是，在當前這種極端的地緣博弈賽局中，資產的安全性和獨立性絕對遠遠的大於法幣所能提供的那一點點微薄的殖利率。那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最終勝出的一定是黃金？原因很簡單，因為黃金是目前人類系統中唯一不具備負債性質的頂級資產。這意味着它不需要任何人背書，它不需要看任何單一主權國家的臉色，不需要任何政府點頭，就能維持它自身的價值。在目前這波浩浩蕩蕩的去美元化大潮之下，黃金就是主權國家在進行國際結算與財富儲備時唯一真實的實質安全島。了解了宏觀的地緣板塊移動後，最後我們進入第5部分，金銀比的均值回歸。
我們來把這些宏觀概念具體量化到金融市場的機制裡。大家可以看一下熒幕上這張金銀比的圖表，從白銀因為工業需求爆發產生的剛性擠兌，一路傳導到黃金的貨幣信用重估，這中間最核心的傳導鏈條就藏在這個金銀比的結構性重定價裡面。我們觀察到，華爾街那些嗅覺最敏銳的對沖基金，他們的防禦陣線現在正非常有系統地利用期貨市場的套利機制，將資金從白銀全面向黃金進行戰略轉移。在這邊，我們必須主動引入一個非常關鍵的底層金融邏輯，叫做均值回歸。這是一個經典的金融理論，他認為資產的價格和歷史的回報率，無論短期怎麼偏離，最終都一定會回到它長期的平均水平。但如果我們把這個理論放到現在的宏觀語境下，金銀比的均值回歸，代表着一個更深沉、更巨大的意義。大家想想，當白銀因為半導體和綠能產業的產能斷層，引爆了市場上的第一波商品通膨預期時，那其實只是一個前奏而已。聰明的資金最終一定會去尋求最核心、最無懈可擊的避風港。因此，當我們看到黃金價格不斷攀升的時候，千萬不能單純的把它看作是商品又漲價了。絕對不是，它實質上是一場針對貨幣屬性的歷史性重估。它反映出的真實情況是法定貨幣購買力的結構性大崩壞，而黃金只不過是在均值回歸的物理過程中，重新去定價了法幣早已失去的信用價值而已。說得更直白一點，這是一場全世界聯合起來針對法幣系統的系統性做空。所以，幫大家總結一下，我們現在目睹的這一切，絕對不是華爾街短期的投機炒作，這是一場全球主權資本為了求生所展開的防禦性演習，目的是為了對抗法幣購買力那種深不見底的結構性衰退。這是一次對全人類貨幣屬性的全面重新評估。在經歷了漫長的半個世紀之後，黃金正憑借着它那無可替代的物理與金融雙重特性，強勢地重新奪回它作為終極誠實貨幣的王座。在今天這份戰略拆解即將結束的時候，我希望大家能永遠記住一句真理：地理是財富的邊界，而黃金則是文明對邊界的最後信任。當法幣系統的邊界在那些無限擴張、永遠還不完的債務中逐漸變得模糊，甚至開始崩塌的時候，我們全球貨幣體系的最終命運到底會走向何方？這是每一個身處在這場歷史大賽局中的參與者，也就是你跟我，都必須去深刻思考的終極問題。我是你們的戰略導航員，感謝各位今天的專注參與，我們下一次深度解析再見。